俄罗斯这次向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有分析认为，这是冷战时期苏联大纵深穿插战略在俄军的首次实战应用。请教一下曹先生，俄军具体是如何遂行这一战略的？同样是这种纵深打击的战略，第一个是它的速度非常快，那不仅仅是陆地上的钢铁洪流，还有呢海上方向的打击，还有呢空中的这种打击。因为在军事行动中，这个俄罗斯它是动用了它的空降兵，那空降兵就大大的就打破了前沿和后方的这个距离。首先，这是一个速度，那这体现了什么呢？信息化的打击能力。所以，这就是现代化战争和过去就是这种冷战时期的平台的对抗的巨大的差别。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在信息化的这个装备条件和人员的这种作战能力的保障下，它才能够进行。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的侦察卫星，你没有那么好的通信设施，你没有那么强的信息化的传导能力，你没有这样的平台，你怎么可能使战场全盘这个战局对你自己是透明的，而对方呢是模糊的、看不见的？其实你要说乌克兰没有准备，早就有准备了，它并不是一种毫无准备情况下的这个防御，而是说呢有了准备，但是也挡不住。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这种战略，现在呢仍然在沿用，但是它已经比过去单纯的这种大纵深和这种突然袭击呢，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和提升。据半岛电视台和法新社报道，俄海军是从亚速海和黑海两个方向对乌克兰沿海地区进行了2期攻击。请教一下蓝先生，从这次行动中可以看出俄海军具有怎样的2期战力？那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话，在都是黑海，而且两个国家的海岸线或者是主要港口城市的话，它的距离都非常的近。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俄罗斯它对乌克兰进行这个2期突击的话，应该说是，登陆部队或者是登陆舰队的话，它这个航程距离只有是200-300公里，最多不超过400公里。普通的坦克登陆舰、中型的登陆舰、甚至是那个大一点的登陆艇或者是气垫船的话，都可以直接从港口出发，到达敌方的港口附近。也就是说的话，它这个是一次摆渡，而不是一种2期的这个远程力量投送。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1天就可以往返。那么一艘登陆艇第1天去把这个部队运过去，第2天它又可以运一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摆渡的效率非常高。目前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点是，俄军投入了大量地面装甲力量，乌军根本无法进行正面对抗。不过，乌军手上有着庞大数量的标枪等反坦克导弹，双方的较量还将如何走向呢？请教一下曹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其实如果说这个乌克兰的军队拿到了一些西方提供的反坦克武器或者反装甲武器呢，是不是就能够阻滞住俄罗斯的这个装甲部队的这种滚滚洪流呢？我觉得不是的，因为它是简单的从这个平台对平台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比如说，你用坦克来进攻，我用标枪这种反坦克导弹来防御，但是战场是立体的，你有制空权吗？恐怕没有吧。现在的战争，比如说武装直升机对你地面的这些坦克打击能力是很强的。还有一个，那你这个防御的一方，无论你是地堡还是坚固的这个地下设施，人家都可以精确的定位，或者是对你实行导弹的攻击，或者是武装直升机进行打击。那你这个阻击的部队未必能够把你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出去。那这就谈不上你能够有效的阻止对方这种坦克装甲车的前进。而且呢，还有一个信息化的这种阻塞，就是如果人家切断了你指挥所和前沿部队的这种联系，那你变成了聋子瞎子，特别是雷达已经很多的都被打掉了。再有就是你的后勤保障因为虽然西方也给乌克兰继续提供了一些武器装备，但是俄罗斯已经在基辅的西侧已经筑起了一道防线，就是这个防止西方的武器从西边北约的国家运送到基辅这个方向，就是往东运。